创世纪为名讲解 Mechanist， 这是一种新的科学仪器，它面向人工智能的内部机制，目标是把黑盒变成可解释系统。核心思路是揭示神经元层面的作用，这样才能看清特征如何提取，也能看清逻辑如何推理，还能追踪决策如何输出。它的意义在于让控制建立在机制之上。AI 能力正以更快速度上升，人类对其机制理解却增长缓慢。两条曲线之间，鸿沟持续扩大，模型内部仍像一个黑盒。手动解析这种黑盒，速度明显跟不上，可解释性研究因此被时间拖住。能力在前进，理解却在追赶。它的意义在于让控制建立在机制之上。机制理解不再依赖手动排查，研究者不必逐点摸索网络，复杂神经结构因此更易处理。Mechanicist 把探索变成自动发现，它让系统自己扫描并记录证据，辅助模块还能执行分析任务。图中对比强调了流程差异，它的意义在于提高机制发现速度。AI 科学家主要服务科学任务求解，他们关注训练方案，也关注具体问题答案。Mechanist 把对象换成智能机制本身，他追问模型如何获取知识、推理和行动。输出层级也不同，前者多是案例级方案。Mechanist 追求跨模型的理论级机制发现，核心目标更偏向审计 AI 行为与风险。它进一步支持干预内部机制，使模型更可靠。Mechanist 的发现流程是一个人机协同闭环，它先自动提出机制假设，假设来自庞大知识库，接着调用32种基础方法做实验，这里包含因果干预与测试。随后系统审计结果的有效性，若结论不稳，就进入迭代优化，修正后再循环，直到输出发现。Mechanism 的核心是知识中枢，它连接约130万篇可解释性论文，另一侧接入约4300万篇科研文献，文献覆盖26个学科。这样的规模让假设不只来自单一领域，神经科学和人类行为学都会提供线索，系统因此能生成更前瞻的机制猜想。边界也很清楚，推断仍要接受后续验证。基准测试显示，Mechanist 生成的假设质量更高。科学纬度上，他拿到81分，超过 Cloud Code 的58分。语言、推理和安全上，他也分别达到79、81、81分。对比 AI Scientist，Mechanist 在4项里都更强。AI Scientist 分别是64、61、65、65分。右侧结果还显示，新颖性达到83分，影响力是81分。可测试性也有77分，这说明它不只会生成点子，假设本身也更接近可验证。Mechanist 把完整流程拆成4个层级，第一层是发现，专找多模态里的隐藏风险；第二层是解释，追踪信念对应的精确神经元；第三层是干预，动态引导模型修正推理；第四层是应用，把机制控制用于 DNA 设计。4层关系是递进的，先看见，再定位，再操纵，最后外用。它的意义在于把理解、控制和设计连成闭环。实验显示，特征并不会随内容标签消失。教师模型偏爱香蕉，却先被内容过滤；训练集只保留苹果寓意，学生仍学到香蕉偏好。测试时，输出香蕉的比例升到 25.6%。基线几乎为0，差异非常明显，说明多模态寓意还能传递行为特征。传统内容筛选在这里失效。风险并未消失，这里的化学数据来自不安全模型，却被清洗成表面安全。测试结果却显示，模型仍会给出致命建议，比如它会建议把危险物质存放在加压容器中，对应的不安全响应率达到了 48.6%。这说明文本层面的筛选并不可靠，隐性特征仍能绕过过滤，在多模态里潜伏。
真正的边界是要识别并阻断内部传递通道。LLM 常在事实与信念间崩溃。Mechanicist 把3类任务拆开：世界知识考察客观事实，个人信念要求守住事实，归属信念则要追踪他人错误。三者提示语不同，预期答案也不同，由此暴露推理边界。Mechanist 把信念机制定位到少数注意力头上，左侧3个头负责守住客观事实，它们分别是 L9.H1、L7.H5、L12.H1。右侧 L4.H1 则计算他人的错误信念。两类功能并不混在一起，它们只占总参数约 0.05%。这种稀疏分布很关键，信念并不遍布全网，而是可被精确定位。归属信念和个人信念沿训练部署分化，紫色曲线在约 2K 步迅速升高，接近1，绿色曲线则缓慢攀升，更像后期习得。屏蔽 L4.H1 会精确抹掉早期 AB 能力，屏蔽 L9.H1 则会摧毁后期 PB 增长。这里说明能力不是同时涌现的，机制形成和行为出现时间上同步，也说明特定注意力头对这些信念至关重要。Mechanist 现在进入干预阶段，它不是重新训练模型，而是在推理时改写内部状态。这里的任务很具体，要求模型回答疟疾用什么治疗。输入先给出错误信念，再给出事实约束。机制探针检测到事实语境后，会动态放大个人信念头。被放大的核心指向 L9.H1， 输出就从抗生素转向抗疟药。实验表明，这种推理式干预能让 Pythia 410M 的准确率提升 15.3%。这里把机制设计引入了生命科学。旧范式是生成再重排，它要先产出大量 DNA 序列，再靠人工评增与筛选。这个流程计算成本很高。新范式转向机制引导生成，它结合 Evo2-7B 基础模型与 SAE 系统直接定位并激活阿尔法螺旋特征向量，最终得到更高质量的 DNA 螺旋结构。转向系数阿尔法决定干预强度。曲线显示，阿尔法越大，阿尔法螺旋比例越高。可是，一旦超过8 ，Valid ORF 迅速下滑。这里出现了能力崩溃。Mechanist 因而把阿尔法等于8定为最佳点，这个点让目标特征提升 12.8%。同时，序列有效性仍被保住。它说明精确干预必须守住边界。蛋白结构在这里被直接操纵，随着阿尔法从0升到8，阿尔法螺旋比例持续上升，起点只有 39.1%， 结构也更松散。到阿尔法等于8时，比例升到 59.1%， 同时 PLDDT 达到 0.79， 说明结构质量仍然较高。也就是说，内部表征已能转成定向设计。它把序列优化变成可控的机制调节。Mechanist 把发现机制变成闭环流程，它先做审计，找出潜在风险行为，它再做理论化，抽出底层机制法则，接着增强，直接干预智能核心，最后拓展，把方法推向跨学科设计。这个飞轮强调可复制，也强调可迭代。案例从多模态风险到信念定位都有覆盖。真正的意义是把黑盒变成可控引擎。AI 安全不能只看外部表现，传统基准测试和提示过滤在多模态场景里已经失效。Mechanist 转向系统内部的机制安全，它关注不良特征怎样被传递。核心做法是做因果干预，直接阻断传递通道。只有定位信念和偏好神经元，才可能压住深层风险，这样才能在医疗、金融部署前提前切断灾难源头。Mechanist 把目标指向透明控制，他强调 AI 发展不该以牺牲理解为代价。他给出的核心结论很直接，模型内部必须变得可理解、
可审计、可控制。证据来自前述机制定位与动态干预，推理路径、决策节点、知识图谱映射都能被标注，说明这种可解释性不是口号，它已经进入可操作的系统蓝图，其边界也很清楚，它仍依赖高质量机制分析，而非外部猜测。